蛋糕城堡被藏在御守箱中的炸药炸断了根基，整个城堡倒塌下来，甜点之城陷入一片灾难之中，居民们一边尖叫一边向外跑。刚刚大马海豚和贝基等人在蛋糕城堡上打得那么激烈，居民们都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现在才知道跑，实在奇怪的很。这种时候了，摩根斯还不忘拍照，自己的命都顾不上了，简直就是劳动模范。不过这也能理解，如果大马海豚就此终结的话，的确是足以撼动世界的大新闻。作为新闻工作者，肯定要想着拿到第一手消息。山治夹着路飞在空中漫步，看到凯撒和贝基后，在后面叫了一声。此时贝基身体内的娜美大声呼唤山治来避难。雷九和伊治二人化成旋风冲锋龙卷风，把山治前面坠落的碎石块清理干净，替山治打开了一条通向贝基那里的空中 VIP 通道。山治借此机会成功进入到贝基的身体内，贝基关上城门，催促凯撒赶紧逃命。伊治看到凯撒带着贝基成功逃走，立即向兄弟姐妹们通报任务完成，撤退。吉尔玛66不敢耽搁，赶快以最快的速度撤离现场。蛋糕城堡有多大？乍一看还感觉没什么，但实际上它的体积足以砸毁整个蛋糕岛。居民们倍感绝望，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砸下来，根本无处可躲，就算躲开了，也没有人会来救他们。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料理总长长面包出手了。只见他先用手中的刀子沿着蛋糕城堡划了一圈，接着一刀刺进去，整个蛋糕城堡变成了真正的奶油蛋糕，砸在地上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居民们得救了，整个大马海团都得救了。大妈被宙斯救下，她尝了一口长面包变出来的面包，抱怨道：“这种东西虽然能填饱肚子，但是一点都不好吃。”大妈想起了自己期盼已久的结婚蛋糕，想必那才是自己心中美味蛋糕的味道。想着想着，大妈的肚子饿了，眼神也发生了变化。这个永远不让人省心的女人，在这种时候4时正犯病了。凯撒带着贝基飞了蛋糕岛的西北边，路飞等人陆续从贝基的身体里跳出来。娜美向贝基道谢，贝基十分不屑：“别说这种话，搞得像我做了什么好事一样，怪恶心的。”凯撒一愣，随即怒道：“可是本大爷冒着生命危险带你们跑出来的。”娜美露出鄙夷的眼神：“闭嘴吧，你个人渣！还记得你对庞哈德的孩子们做过什么吗？你现在已经没用了，死了算了。”凯撒气得暴跳如雷，大吵大闹。贝基从怀里掏出凯撒的心脏，还给凯撒。凯撒感动得四体横流，将心脏装回身体里，高兴的骂骂咧咧：“再见了，你们这帮蠢货、蠢女人！”没人再去理会凯撒，大家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暗杀大妈的行动失败了，草帽团和火焰坦克海贼团也没有必要在一起行动。贝基赶紧抓紧时间做了一个路标，立在地面上，然后双脚变成履带车，向路标所指的相反方向快速逃走。路标上写着：“草帽团向这个方向逃走了。”山治大骂：“你指定是有点毛病！”贝基一边跑路一边不屑地回应：“这就叫战术，你懂个屁！”路飞等人分成2路，一路是布鲁克等人回到岸边去回收鲨鱼潜水艇，另一边是路飞等人，他们要直接回到西海岸找回桑尼号。吐槽下，路飞一会儿冒险这么多次，无论自己的船停在哪里，敌人都不会去找到并且破坏掉，蠢得很。凯撒看着路飞等人离开的背景，大喊大叫，没有人再去理会这个人渣。凯撒就这样暂时退出了镜头。不过别以为这就结束了，蛋糕岛片还有好几十集呢，真正的惊险才刚刚开始。大马海豚全体集结，卡塔古里下令兵分2路，分别追杀路飞一伙和贝基一伙。另一边，大马海豚还派出了特别行动队，趁机进攻了停靠在蛋糕岛附近的吉尔玛王国。吉尔玛的士兵无法联系国王和王子，感觉事有蹊跷。结果向窗外一看，整个王国已经被密密麻麻的大马海豚的别动队占领。夏洛特家族的主要干部们聚在一起，开了个简单的碰头会，大家把各自了解的情报一分享，这才发现早就被贝基算计了。只是家族产业做得太大，干部有点得意过了头。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罪恶时代海贼，居然敢策划暗杀4皇大妈。往往大家觉得不可能的事儿，最有可能发生。从贝基加入大马海豚开始，暗杀的计划就已经开始了。这时，雄鸡伯爵跑过来报告，不仅贝基背叛了，连慎平也背叛了。他们同样被慎平也摆了一道。现在，太阳海豚已经悄悄地撤离了蛋糕岛，他们想找人算账都找不到。提起慎平，就连夏洛特家的长女康伯特都要说几句佩服，心思缜密，计划周全。慎平早就料到他的退出有可能会牵连到太阳海贼团。于是，在自己的同伴们没有完全离开之前，和大妈对峙的时候，暂时撤销了退出的申请，等待机会，直到所有的情况都处理完毕，慎平才正式提出来退出。大副向卡塔库里报告，部队已经部署完毕。卡塔库里冷静地下达指令，所有人展开行动，而他要自己亲自对付路飞。虽然卡塔库里的见闻色并不能预见太遥远的未来，但是他凭着自己的感觉，能够清楚地感知到草帽路飞这个家伙将来必然会成为大马海豚的威胁，在那之前必须将他干掉。这时，身后传来一阵阵震动，暴走的大妈气势汹汹地走来，沿途一阵猛砸，将能看到的房子砸了个遍。大妈4时正爆发，主要的负责人应该就是欧佩拉。司母吉一把抓住欧佩拉的胳膊，大声责备欧佩拉失职、谎报军情、欺骗家人。欧佩拉想了想，低声告诉司母吉：“你先走吧。”
接着，欧佩拉拦在大妈的身前，打算以死谢罪，结局当然不言而喻。欧佩拉被大妈抽走灵魂，领了盒饭。大妈这个看似蛮横，实则有点沙雕的自食症，不禁让人想起了一个可能：如果大妈独自一个人在一个荒岛，无人理会，因为饥饿而爆发自食症，那么大妈是会一直破坏下去，将荒岛砸沉，把自己淹死，还是会一直把自己饿死呢？暴走大妈抓着欧佩拉的尸体一顿打砸，一甩手，尸体像个破娃娃一样被摔在地上。子女们有点慌慌的，赶紧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对付大妈的自食症，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大妈吃她目前最想吃的那种食物。可是那种巨型的结婚蛋糕，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口感，都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轻易复原的。能重现结婚蛋糕的人只有一个，料理总长长面包。司母吉当即下令，马上将长面包找过来。属下一脸哀愁的报告：长面包虽然将整个蛋糕城堡变成奶油，化解了蛋糕岛的危机，但是他自己从蛋糕城堡上摔了下来，直接摔成了重伤，估计都成植物人了，短时间内是爬不起来了。没有长面包就没有结婚蛋糕，没有结婚蛋糕，蛋糕岛被毁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大舌头佩罗斯佩罗站出来，他想到了一个不算好的应急办法，就是欺骗大妈说结婚蛋糕还有一块，但是被草帽团的人给偷走了，只要干掉他们就能吃到美味的结婚蛋糕。佩罗斯佩罗打算利用这个方法诱导大妈去追杀路飞等人，这样蛋糕岛的危机也解决了，也能借大妈之手干掉路飞等人。一石二鸟，妙，实在是妙。果然，大妈听到结婚蛋糕4个字，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身体僵硬一下，耐心的听佩罗斯佩罗撒完谎之后，大妈突然凑到佩罗斯佩罗面前，恶狠狠地说道：“如果敢欺骗我，你就用寿命来偿还吧。”佩罗斯佩罗吓得都要哭了，自己为了救整个蛋糕岛要把命搭进去，还不如不干呢。大妈呼叫一声，筋斗云，雷人宙斯飞驰而来，大妈跳上宙斯，以极快的速度向路飞一伙追去。佩罗斯佩罗吓得双腿发软，直接跪了，因为就算大妈成功干掉了路飞一伙，他找不到结婚蛋糕也会回来杀人的，自己孤有一死，只不过是早死晚死而已。司母吉很乐观，好歹是争取到时间了，可以加班加点的把结婚蛋糕赶制出来。佩罗斯佩罗摇摇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个结婚蛋糕可是料理总长长面包花了好几天才做出来的，所采用的都是上等的梦幻食材，那都是从别的国家抢过来的食材中的最上乘材料，那可不是其他食材能代替的。现在长面包昏迷不醒，结婚蛋糕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更严重的是，大妈还没有尝过这个结婚蛋糕，所以味道无从参考，根本无从下手去准备这种独一无二的甜品。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蛋糕岛肯定会被摧毁，更坏的结果就连卡塔库利也无从预料。这时，空中飘来一个燃起所有人希望的声音：“我来帮助你吧！”大家抬头一看，只见穿着婚纱的布林坐在飞毯上面，从天空中缓缓飘过来。布林是家族姐妹中最擅长甜点的，而且最为拿手的就是制作巧克力。论起巧克力的味道，布林甚至不输料理总长长面包。这一次结婚蛋糕的主题是戚风巧克力蛋糕，布林打算找戚风一起合作，把这个独一无二的蛋糕做出来。布林望着遥远的诱惑森林，喃喃自语：“山治那个家伙侮辱了我，必须要灭了他。”路飞一会儿向诱惑森林跑去，只要穿过诱惑森林就能到达他们来时的西海岸。不同的是，这次不会再是路飞、娜美两个孤独的人，还带回了山治以及新加入的慎平。从刚开始在诱惑森林中的无助和恐慌，到现在的踏实欢乐。慎平担心大马海豚的追兵很快就会追上来，娜美一脸轻松，这条路是回到桑尼号上最短的路程，很快就能到达。众人马上就要进入森林了，远远的娜美就看到了一个庞然大物，巴姆大王在泡一个小树。娜美和路飞很是高兴，远远的和巴姆大王打招呼，没想到这个大树还活着。不管怎么说，自己跟这个逗比大树还有着一段患难与共的时光呢。巴姆大王可不这么想，转身看到路飞和娜美的那一刻，整棵树都定住了。怎么又遇到了这两个瘟神？也太倒霉了吧！果然，巴姆大王遇到娜美等人就没什么好事。娜美一行人强行将巴姆大王抓过来当交通工具，用大妈的生命卡命令他抛弃自己的女友，带着大家向海岸狂奔。巴姆大王不仅跑得快，而且他是诱惑森林的老大，有了他就可以省去跟那些霍米茨打交道的麻烦了，就像是开了 ECT 通道，一路畅通无阻的直达海岸了。巴姆大王气得大骂：“你们这群瘟神，赶快从这个国家滚出去吧！”在巴姆大王的身后，大马海豚的追杀部队已经追了上来，带头的骑士下达了击杀令，全员回应一声，拼命追来。这还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是大马骑士筋斗云随后也赶了过来，一眨眼就追上了巴姆大王。路飞等人抬头看向天空，眼珠子差点飞出来。只见大马提着国王之剑拿破仑，以一种古代战神的气势从天而降，宙斯还时不时的在后面打闪电制造效果。大马气魄逼人，没等动手就已经足以将人吓破胆了。结婚蛋糕。路飞愣了几秒后，随即稳下情绪，跳起来打算和大妈硬刚一下，被慎平给拦了下来。别傻了，路飞，现在可不是和大妈纠缠的时候。娜美看着气势汹汹的大妈，哀求巴姆大王快跑掉，甩掉他。巴姆大王又累又气，不管是从空气动力学还是其他什么学，自己一个在地上跑的，怎么也不可能甩开在天上飞的吧？何况那个老女人还是骑着筋斗云。草包路飞把结婚蛋糕交出来，路飞气得大吼：“你在说什么鬼话？”大妈举起手中的国王之剑拿破仑，摆出攻击的架势，吃过这一招阿尔巴夫之枪，威国。
大妈大笑着挥出拿破仑，一道好像导弹一样的剑锋冲过来，直接削去了巴姆大王半个身体。剑锋产生的余波将四周花草树木瞬间摧毁，飓风一样的威力差点将路飞等人吹飞。路飞等人拼命地向桑尼号方向逃走，大家以为只要到了船上就可以逃出升天了。然而在桑尼号上，一个又瘦又高的身影已经通过镜子先一步来到了桑尼号上。卡塔库利在这里亲自迎接路飞，一场恶战即将开始。杰尔玛王国著名的战斗军团杰尔玛66的士兵看起来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强悍，在大马海豚军队的猛攻下，很快就溃不成军，被敌人攻入了内部中枢区域。大马海豚的战斗员在城堡内找到了克隆士兵的制造室，这可是杰尔玛王国战斗力输出的核心地带，拿到这里就相当于拥有了杰尔玛王国。另一队人马来到国王室，带头的人即刻下令毁掉国王宝座。这时，一智突然出现在宝座上，随即尼智、永智、雷九相继出手，将这些入侵进来的敌军纷纷击溃。该死大马海团居然拿我们当傻子，是时候好好的回敬一份大礼了。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